大家好，我是 Elena 老师。国中会考的东西，这句话你听得懂吗？这就是中文怪物比赛里的其中一道题目。今天我要带你一起解题，轻松搞懂前2关的难题。Have you seen the viral Mandarin competition show 中文怪物 Mandarin Monster? It's packed with tricky questions that test Chinese pronunciation, tones, grammar, vocabulary, and quick thinking. Some are so challenging that even native speakers get them wrong, which makes them perfect practice for serious learners like you. In this lesson, I'll break down every question from Game 1 and Game 2, explain the hidden tricks, and give you the right answers. By the end, you will not only understand these puzzles, you'll also pick up useful language points to help you sound more natural in real conversations. I'll be speaking mostly in Mandarin later, but you can turn on English subtitles anytime. And don't forget to check the description for extra resources to practice. 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中文怪物的比赛题目设计得非常巧妙，充满了各种陷阱，连母语者都不一定能全部答对。今天我们要来解题，我会分析中文怪物前2关的题目和答案。这些内容对中级以上程度的学习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一定可以让你的中文更上一层楼。我们先从中文怪物的第1关声调考验开始解题。每个题目是一个中文句子，你必须正确回答它们的声调。这些句子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的，虽然单字都不算特别困难，但是里面可是有不少的陷阱哦。我会给你每一题5秒钟的时间，你可以一边看题目，一边把声调写下来，试着回答看看。如果你觉得5秒钟不够，没关系，请自行按下暂停键，慢慢回答。重点是要把声调答对哦。第一题，飞机即将降落至桃园国际机场，搭乘大部分国际航班抵达台湾的时候，你都会在飞机里面听到这句广播。这句话里面藏着2个容易让学习者搞混的地方。第一个是飞机的机跟后面的急，它们的发音很接近，但声调是不一样的。飞机即将的声调是一声飞，一声机，
二声即和一声的将。第二个是即将的将跟后面的将，同样的，它们的发音很接近，但声调也是不一样的。即将降落的声调是二声的即，一声的将，四声的降和四声的落。很多人会因为这些字的声调很接近而搞混，但是如果你把单字各自拆开来看，就比较不容易搞混了。飞机即将降落至桃园国际机场。当然，如果没办法正确的辨认这些中文单词，就不知道它们的发音。平常累积大量的中文词汇才是成功的关键。第二题，欢迎光临，会员卡累积满50点送马卡龙。每次去餐厅或是商店，一定会听店员说欢迎光临，但是母语者通常会说得很快，他们可能会把欢跟迎连起来说，听起来会比较像欢迎光临，所以才有参赛者抱怨店员们都说不清楚，害自己答错声调。再来，句子里有2个3声变调的陷阱。满50点的满跟5，它们原本都是3声，连在一起读的时候会读成2声和3声，但是答题的时候要写它们本来的声调，也就是2个3声。马卡龙这个来自法国跟意大利的甜点，最近几年在台湾、日本还有韩国都非常流行。它的前2个字马跟卡都是3声，读的时候会变成2声和3声，但是答题的时候一样要写它们本来的声调，也就是2个3声。第3题，我的统一编号是95341627。这一题相对简单多了。统一编号是在台湾注册公司的身份代号，总共有8个号码，我们经常会简称为统编。统一编号的1跟数字95341627里面的1，在这里都是1声。你可能会记得1的声调会随着后面的字而改变，但当它作为数字念出来的时候，通常会念1声。另外，有些台湾商店的店员在客人付款的时候会问
请问发票要打统编吗？这是因为公司报账的时候会用到。如果你不需要帮公司报账，那就不用要求对方在发票上打统一编号。发票是在台湾买东西的一种收据，可以用来兑奖，中奖还可以领取奖金。这个词等一下在第二关还会出现。第4题，后方商品需要加购吗？比较划算。这句话可能会让很多学习者听了一头雾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住在台湾，或是到台湾旅游，一定会看到屈臣氏。这是在亚洲很有名的一个美妆连锁品牌，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分店。当你到屈臣氏买东西，在结账付款的时候，就会听到店员说这句话：后方商品需要加购吗？比较划算。他们会问你要不要多花一点钱购买柜台后面的商品，因为通常那些商品都有很优惠的折扣，加购会比较划算。这是一种店家的促销方式。所以这句话的重点是在询问你是否要多买一些特价商品。这句话的发音相对简单，只要能理解后方、商品、加购、划算这些单词，并且掌握它们的声调，就能够答对了。第5题，卡比宝宝吃水饺。恭喜你来到第1关里最难的一题。这题有一个很大的陷阱，不但没有任何一个参赛者答对，甚至有一些母语者表示自己居然也答错了。前面3个字卡比宝跟最后2个字水饺全部都是3声。答题的时候，这些字都应该要回答3声，不能受到连续3声发音变调的影响。那陷阱在哪里呢？卡比宝宝的第2个宝是这一题最大的陷阱，因为母语者通常会把它发成3声和1声的宝宝，而不是字典里3声和轻声的宝宝。所以如果你是按照母语者的实际发音来作答，很容易就会被误导了。其实啊，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少中文单词的母语者实际发音跟字典里的发音是不同的。还有连续3个以上的3声要怎么发音，
这也是一个大难题。以后我会录制专门的课来详细说明这些发音的变化。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没订阅频道的话，现在赶快订阅吧，这样就不会错过新的课了。另外，卡比宝宝吃水饺这句话其实来源自2020年另一位台湾 YouTuber 创造的搞笑迷音。迷音是来自英文的 meme， 就是网络上那些搞笑的图片、文字或短片，它们经常有嘲讽的意味。有些人喜欢透过迷音来学中文，我会把卡比宝宝吃水饺这个迷音的影片连结放在资讯栏，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看看。第6题，你算老几？你们年轻人真的不懂事。你算老几？这句话是非常口语的用法，听起来其实很不礼貌，像是在质问对方：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说话？这是一个在争吵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听到的句子。这里的老跟几都是3声，这是正确的答案。然而实际发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发成2声跟3声的老几，否则会很难发音。这又是一个3声变调的陷阱。那老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家里第一个出生的小孩，那你就是老大。你们家第2个出生的就是老二，以此类推。通常排行在后面的人会顺从排行在前面的人。例如，老二必须听老大的话。所以，你算老几？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我的年纪比你大，我才是老大，你应该要听我的。这是一个非常不礼貌、非常不客气的说法。第7题，等你当爸妈就会懂了。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妈妈，所以我对还没当爸妈的朋友们说过好几次这句话。跟上一题很像，前面2个字等你也是2个3声，这是正确答案。但是说话的时候要发成2声跟3声，这又是3声变调的陷阱。爸妈是爸爸妈妈的简称，所以是4声跟1声。第8题，
我喜欢吃臭豆腐。这一题很简单，但还是有一个小陷阱，那就是我喜欢的我喜原本是2个三声，实际发音的时候会发成2声跟3声，这又是一个3声的变调。第9题，你为什么会来台湾？为什么或为什么2种发音都可以。我自己比较习惯说为什么。所有在台湾生活的外国人应该都听过这句话很多很多次吧。这句话虽然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也有一个小陷阱。为什么的母语者发音会把原本2声的舌发得很像3声？因为这样说话会比较轻松，这是另一种发音的变化。但是舌的声调应该是2声，所以正确答案还是要以字典里公布的为准。怎么样？你答对了几题呢？我很好奇，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关中文理解。这一关考的是中文听力以及理解能力。在播放对话的时候，你可以闭上眼睛，仔细听一次，先试着作答。如果听不太懂，也可以重复多听几次。第2关的难度颇高，而且有很多陷阱，连母语者也不一定能全部答对。所以请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第1题，国中会考的东西，那会考有什么不会考的？不会考的就不在国中会考的范围里。那会考如果考出会考本来说不会考的东西怎么办？不会啦，如果出现就凉拌炒鸡蛋。请问根据对话，以下描述何者正确？ A. 国中会考什么都会考。 B. 国中会考考出会考说不会考的东西，就说出凉拌炒鸡蛋。 C. 凉拌炒鸡蛋是会考的题目。 D. 国中会考范围内的东西。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D. 国中会考范围内的东西。听到第1句话，国中会考的东西，你是不是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句话之所以会这么难懂，是因为会考这个词在句子里面有2种不同的意思。会考
是国中教育会考的简称，它是台湾每年5月举办的一个全国性的考试，用来评量国中毕业生的学习成效。我们把这句很长的话拆开来分析看看。国中会考，会考的东西。国中会考是指国中教育会考这个考试。第二个会考是会测试的意思。第三个会考同样是指国中教育会考这个考试。会考的东西就是会测试的内容。所以第一句话，国中会考的东西，我们可以理解为国中教育会考会测试国中教育会考会测试的内容。这样你懂了吗？接下来我们把对话里面的3句话也解释一下。那会考有什么不会考的？可以理解为，那国中教育会考有什么不会测试的？不会考的就不在国中会考的范围里。可以理解为，不会测试的就不在国中教育会考会测试的范围里。那会考如果考出会考本来说不会考的东西怎么办？这句话可以理解为，那国中教育会考的测试题目中，如果出现国中教育会考本来说不会测试的内容怎么办？最后一句超有趣的，不会啦，如果出现就凉拌炒鸡蛋。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如果出现的话，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考生们只好自己想办法，看着办。凉拌炒鸡蛋是一个很有趣的生活俚语。如果别人问你某件事该怎么办，而你不知道怎么回答，或是无可奈何没有办法的话，就可以用开玩笑的口吻回答，那就凉拌炒鸡蛋。意思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到时候再看情况想办法吧。你可以把这句好玩的俚语学起来，下次跟母语者朋友聊天的时候拿来用用看吧。现在试着一边看着题目，一边再听一次吧。国中会考的东西。那会考有什么不会考的？不会考的就不在国中会考的范围里。那会考如果考出会考本来说不会考的东西怎么办？不会啦，如果出现就凉拌炒鸡蛋。第2题，我中奖了，你中什么奖？最大的那种。你老公知道吗？他很开心，希望健健康康。请问女生中了什么奖？ A. 乐透 B. 发票 C. 怀孕 D. 新冠病毒。
题的正确答案是 C， 怀孕。中奖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是在抽奖、乐透、摸彩等活动中抽中的号码跟公布的号码一样，或是被主办单位抽到自己的名字或号码而获得奖金或奖品。除了字面上的意思以外，中奖也可以用来指发生了某件不寻常的事情，这件事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比如说怀孕，或是不幸被传染上某种疾病。例如，一则新闻标题上写着1人感染，全家中奖，指的就是一个人得了传染病，导致全家都被他感染了。那怎么知道对话里的中奖指的是怀孕呢？很简单，因为女生回答说她很开心，希望健健康康。她的老公得知自己要当爸爸了，当然会希望宝宝健健康康的。所以这题的答案很明显，就是怀孕。现在试着一边看着题目，一边再听一次吧。我中奖了，你中什么奖？最大的那种。你老公知道吗？他很开心，希望健健康康。第3题，你的名字是几个字？我的是2个字。我的也是，但你知道2个字其实是3个字吗？4个字也是3个字，13个字是4个字。请问，按照男生的逻辑，5个字总共是几个字？ A 2个 B 3个 C 4个 D 5个。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B 3个。这题的对话一听之下好像是很难的数学题，但是其实一点都不难，只要你了解，但你知道2个字其实是3个字吗？这句话的逻辑就行了。我问你哦，你觉得刚才的怀孕是几个字呢？2个字，对吧？那么2个字是几个字呢？是3个字，对吧？那按照男生的逻辑，5个字是几个字呢？也是3个字，对吧？所以正确答案就是3个字。怎么样？一点也不难吧？现在试着一边看着题目，一边再听一次吧。你的名字是几个字？我的是2个字。我的也是，但你知道2个字其实是3个字吗？4个字也是3个字，13个字是4个字。第4题，你知道一垒手是谁吗？知道啊。所以一垒手是谁？对啊。什么？什么在2垒？干嘛突然问我2垒？我不知道啊。不是，我是说什么在2垒，3垒我不知道。不是，我只是想问你一垒手是谁？对呀。
请问一垒手叫什么名字？ A. 知道 B. 对 C. 什么 D. 谁？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D. 谁？有参赛者表示自己不懂棒球，所以没办法了解这个题目。其实我觉得就算不懂棒球，只要有一定的中文程度，还是能够听懂两个人的对话。但是当我们听到题目里有自己不熟悉的单词，很容易就会变得很紧张，导致失常，这是难免的事。在这段两个人的对话里，出现了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名字分别是谁跟什么？你再仔细听一次这三个问句。你知道一垒手是谁吗？所以一垒手是谁？我只是想问你，一垒手是谁？这三个问句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所以一垒手的名字就叫做谁，也就是 D 这个选项。这是利用谁这个疑问词作为一个有趣的误会跟陷阱。现在试着一边看着题目，一边再听一次吧。你知道一垒手是谁吗？知道啊。所以一垒手是谁？对啊。什么？什么在二垒？干嘛突然问我二垒？我不知道啊。不是，我是说什么在二垒，三垒我不知道。不是，我只是想问你一垒手是谁。对呀。第五题，面包3个50，这样给你200元够吗？给我100元就够了。但面包不是3个50吗？请问根据对话，以下描述何者错误？ A. 女生想买的面包总共有3个。 B. 100元只能买到3个面包。 C. 100元可以买6个面包。 D. 3个面包要50元。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B， 100元只能买到3个面包。这一题的关键是要选出错误的选项。其实从第一句话面包3个50就知道100元只能买到3个面包是错误的。因为如果面包3个50元的话，100元应该能买到6个面包才对。那怎么知道女生想买的面包总共有3个呢？从最后一句，但面包不是3个50元吗？可以得知女生想买3个面包，所以质疑为什么自己要付100元而不是50元。这一题虽然不难，但是它要从4个选项中选出错误的选项，
这考验了参赛者的记忆力。如果你听对话的时候没在脑海里大概记下对话的内容，就比较难回答。即使是在参加 TOEFL 华语文能力测验或是 HSK 汉语水平考试，考听力测验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参加中文检定考试的听力测验一定要全神贯注，仔细听题目的内容，才有机会获得高分。现在试着一边看着题目，一边再听一次吧。面包3个50，这样给你200元够吗？给我100元就够了。但面包不是3个50吗？第6题，我忘了带备胎了。叫你的备胎带来给你啊。他不可能有备胎。请问根据对话，男生建议女生的方法是什么？ A. 找一个喜欢他的人来帮他。 B. 打电话给修车厂。 C. 找一个卖备胎的人来。 D. 找一个工人来帮他。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A， 找一个喜欢他的人来帮他。备胎是一个早在2000年就开始流行的俚语，这么多年以来，它还是很流行，而且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中国都很常见。备胎原本字面上的意思是备用轮胎，开车的人通常会在汽车的后备箱放一个备胎，这么一来，如果轮胎临时坏掉，就可以马上替换。后来，备胎演变成在情感关系里的一个俚语，指的是备用情人。比如说，小英已经有男朋友了，但是另外一个男生也喜欢自己，小英就跟这个喜欢自己的男生保持一种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暧昧关系，也就是把它当成备胎。这么一来，如果自己跟男友分手，就可以马上去找备胎来填补感情的空缺。我们来一句一句分析对话。女生说，我忘了带备胎了，意思是我忘了带备用轮胎了。男生说，叫你的备胎带来给你呀，意思是叫你的备用情人带来给你呀。女生说，他不可能有备胎，意思是我的备用情人不可能有备用轮胎。所以男生建议女生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喜欢他的人来帮他。现在试着一边看着题目，一边再听一次吧。我忘了带备胎了。叫你的备胎带来给你啊。他不可能有备胎。
第7题，你知道1个半小时是多久吗？不就是3个半小时吗？照你这样说，3个半小时就是7个半小时哎。对呀。请问，按照女生的说法，240分钟是几个半小时 ？A 7个 ，B 8个 ，C 9个 ，D 10个。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B 8个。我觉得这一题蛮难的，一方面要听懂对话，一方面还得做简单的算术，才选得出正确答案。这不只考中文，还考你的数学。我第一次听到这题的时候，因为自己的数学不太好，变得很紧张，结果答错了。后来再听一次，才恍然大悟。我们来一句一句分析对话。男生说：“你知道1个半小时是多久吗？”这里的1个半小时就是 1.5 个小时。女生说：“不就是3个半小时吗？”这里的半小时指的是30分钟，所以她说的3个半小时就是3个30分钟。男生说：“照你这样说，3个半小时就是7个半小时哎。”依照女生的说法，把半小时当作30分钟来看的话，7个半小时就是7个30分钟。所以按照女生的逻辑，我们可以推算出240分钟是几个30分钟呢？没错，就是8个。现在试着一边看着题目，一边再听一次吧。你知道1个半小时是多久吗？不就是3个半小时吗？照你这样说，3个半小时就是7个半小时哎。对呀。第8题，那个女的是不是有问题？我看她3天2头跑医院。有病没病不晓得，但一定有大头症。哈，她头是真的很大，而且她很大小眼，心眼又很小。没见过这么机车的，那种态度肯定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我跟你真是一鼻孔出气。请问根据对话，以下叙述何者正确？ A. 他们对那个女生的认知不一。 B. 那个女生家境很好，但是没去改善她的大小眼。 C. 那个女生的态度令人不敢恭维。 D. 那个女生1周有3天会去医院。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C， 那个女生的态度令人不敢恭维。在对话里出现了好几个常见的俚语、俗语跟成语，他们都在批评那个女生的态度。有病不晓得，但一定有大头症。这里的大头症
指的就是那种很爱炫耀、骄傲自满的人。比如说，很多明星走红以后就会变得很骄傲，出现大头症的症状。大小眼本来是两个眼睛一大一小的意思，后来延伸为对人不公平的意思。心眼很小，意思是指一个人很小气，很容易因为某些小事斤斤计较，没有度量。机车是一个台湾人很常用的生活俚语，字面上是指摩托车，也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的个性吹毛求疵，喜欢找别人的麻烦，很难跟别人和睦相处。一鼻孔出气指的是两个人的立场、观点和主张完全一模一样。问题的选项中，那个女生的态度令人不敢恭维。这里的不敢恭维是一种负面的用法，表示非常糟糕。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个女生的态度非常糟糕，差到让人不想称赞她的地步。这两个人从头到尾都在批评那个女生，所以那个女生的态度令人不敢恭维，很明显就是正确答案。现在试着一边看着题目，一边再听一次吧。那个女的是不是有问题？我看她3天2头跑医院。有病没病不晓得，但一定有大头症。哈，她头是真的很大，而且她很大小眼，心眼又很小。没见过这么机车的，那种态度肯定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我跟你真是一鼻孔出气。第9题，你知道丰胸后会有什么效果吗？有可能不大一样，一样不大，不一样大或大不一样。那不大一样或大不一样会怎样？不大清楚，但总比另外2个好吧？请问男生说的哪2个丰胸效果比较差？ A. 不大一样，一样不大。 B. 一样不大，不一样大。 C. 不一样大，大不一样。 D. 都不好。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B， 一样不大，不一样大。我觉得这一题算是第2关里面最难的，就算是母语者听到不大一样、一样不大、不一样大和大不一样，也会很容易脑筋一下子转不过来。这里的关键词是丰胸，丰就是丰满的意思，胸就是胸部，所以丰胸就是让胸部变大、变丰满的意思。丰胸有很多方法，一般是指用人工的方法去刺激，让胸部长大，或是到整形外科诊所进行隆乳手术。我们来分析对话里不大一样、一样不大、不一样大和
大不一样这4个词的意思。不大一样，意思是丰胸以后胸部的尺寸跟丰胸以前有一点点不同。不大一样，也可以说不太一样。一样不大，意思是丰胸以后胸部的尺寸跟丰胸以前一样小。不一样大，意思是丰胸以后左右两边胸部的尺寸不一样，变得一大一小。大不一样，指的是丰胸以后胸部的尺寸跟以前差很多，最有可能是丰胸效果非常好，所以胸部看起来大很多。大不一样的意思就是非常不一样，差距很大，大不相同。最后，男生表示不大一样或大不一样，总比另外2个好。换句话说，他觉得另外2个的效果比较差，也就是一样不大跟不一样大。有网友开玩笑的表示，其实这一题很简单，只要用逻辑思考就能答对了。丰胸以后，如果胸部变得一大一小，也就是不一样大，或是跟丰胸以前一样小，也就是一样不大的话，那当然是最糟糕的情况。现在试着一边看着题目，一边再听一次吧。你知道丰胸后会有什么效果吗？有可能不大一样，一样不大，不一样大或大不一样。那不大一样或大不一样会怎样？不大清楚，但总比另外2个好吧。第10题，听说你爱上一个人了，对呀，我最近是爱上一个人了。那你不爱上一个人了吗？爱上一个人吗？爱呀，但爱上一个人有用吗？上一个人已经爱上再上一个人了。请问根据对话，以下描述何者错误？ A. 女生还爱她的前男友。 B. 女生前男友已经爱上别人。 C. 女生爱她的前男友，但也爱另一个人。 D. 女生最近爱上上一个人了。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D， 女生最近爱上上一个人了。在对话里出现了爱上跟爱这2个看起来很像、很容易搞混的动词。爱上可以理解成喜欢上某个人。从第一句的听说你爱上一个人了，以及对呀，我最近是爱上一个人了，可以知道女生最近喜欢上了某个男生。而爱则是一种很深的情感。下一句，那你不爱上一个人了吗？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还爱你的前男友吗？上一个人指的就是前任男友或女友。女生说，
爱上一个人吗？爱呀，但爱上一个人有用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女生还是爱着她的前男友，但只是单方面的爱。因为下一句上一个人已经爱上再上一个人了，表示上一个人，也就是她的前男友，已经喜欢上自己的前任女友了。这一题也颇有难度，因为它必须选出错误的选项。选项 A， 女生还爱她的前男友，跟选项 B， 女生前男友已经爱上别人，都很明显是正确的。选项 C， 女生爱她的前男友，但也爱另一个人，也是对的，因为她一开始就说自己爱上一个人了。选项 D， 女生最近爱上上一个人了的意思是指她最近爱上了前任男友，但是她在这段对话里从来没提过自己的前任男友，只提到了前男友的前任女友，所以这是唯一错误的选项。现在试着一边看着题目，一边再听一次吧。听说你爱上一个人了，对呀，我最近是爱上一个人了。那你不爱上一个人了吗？爱上一个人吗？爱呀，但爱上一个人有用吗？上一个人已经爱上再上一个人了。怎么样？中文怪物前2关的题目是不是陷阱很多呢？今天分析的这些内容，不只是让你练习声调和听力，更让你学到了许多母语者日常会用到的俚语和各种用语，像是备胎、大头症、机车，还有幽默的凉拌炒鸡蛋。这些在课本里学不到的内容，都能让你的中文听起来更自然，更像母语者。如果你有其他不懂的地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发问。如果你喜欢我的课，别忘了给我一个赞。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 a boost on your Chinese learning journey. For more resources and tools to make studying easier, che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enjoyed this lesson, explore more helpful content in the playlist here. See you there!